士兵只是被蚊子咬了一口，却把一旁的2名队友吓得半死。Mosquito bite, I think. No way. 因为这可不是一般的蚊子，而是吸食了丧尸血液的变异蚊子。各位粉丝宝宝们，大家好，这里是你们最喜欢的丧尸频道。今天继续冷门丧尸电影，由经典游戏改编而成的《死亡之屋2》。虽说是游戏改编而成的电影，但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大。游戏我相信很多人都玩过，但电影却很少有人看过。博主也是费了2天半，好不容易从犄角旮旯翻出来的。该片一共有2部，之所以直接解说第2部，是因为第1部的口碑实在让人没有看的欲望。第2部的剧情虽然一如既往的老套，但作为一名看了上千部丧尸电影的影视博主，个人认为还是值得一看的，有一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感觉。特别是其中沾点颜色的片段，一般人看了根本把持不住。好了，不多逼逼，咱们直接进入正题。故事发生在一所大学内，一名女学生刚参加完派对，准备回宿舍，却被一个老六从身后开车撞飞了出去。司机连忙从车上下来，询问女学生有没有事，没想到竟然是学校的教授。女学生表示自己并无大碍，可教授却突然脸色一变。本以为是一场意外，没想到是教授故意而为之。随后他将女学生塞进后备箱，悄悄带到了学校的实验室。原来这家伙一直在暗地里搞一些见不得人的研究，那就是能够让死人复活的药剂，并且最近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成果，教授便盯上了学校里的学生。倒霉的不只有这个女学生，房间内还关着一个失败的实验体。这个人看起来极不正常，显然是发生了某种变异。很快教授便开始进行第2次实验，只见他将一支药剂注射进女学生的身体，可等了一会后却发现并没有任何反应。教授气得当场破防，骂骂咧咧地表示不可能，因为这次注射的药剂经过改良，按道理来说是不应该失败的。然而就在他心灰意冷地准备收拾地上的文件时，一抬头就发现病床上的女学生不见了。难不成实验成功了？就在教授暗自窃喜之时，下一秒变成丧尸的女学生就从身后扑了过来。随着教授的倒下，丧尸冲出实验室，开始了疯狂的袭击。不管是图书馆的管理员，还是体育馆的体育生，都未能幸免。不仅如此，变成丧尸的教授还冲出校门，出现在了一家餐厅附近。忙碌了一天的厨师，好不容易来到后门吃上一口，刚出门就看到一道诡异的身影，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被丧尸一口咬伤了手臂。他赶紧跑回厨房，告诉服务员外面有一个会咬人的疯子，发现他的伤势比较严重。服务员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接着他继续在餐厅里忙碌。正在这里用餐的女人看到他衣袖上的血迹，便询问怎么回事。服务员将厨师被咬的事情说了出来。身为国家安全局生化部门的科学家男丁顿时就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果然，当他来到后厨，发现厨师已经倒在地上，开始浑身抽搐。不明所以的服务员果断上前查看，男丁刚想阻止厨师，就发生变异扑向了他。将丧尸击毙后，警察也来到了现场。被咬伤的服务员被送上救护车，一起赶来的还有男丁的同事爱丽丝。他们经常处理类似的生化事件，为了防止伤者发生变异，两人决定亲自跟车押送。结果让他们万万没想到，还没坚持到目的地，服务员就发生了变异。没办法，爱丽丝只好将他送走。随后两人回到总部，又从上级的口中得知，距离餐厅不远处的大学也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生化事件。为了搞清楚病毒爆发的原因，上级随即给两人下达了任务，命令他们立刻前往学校调查病毒源头，取回初代病毒样本用来研究疫苗，以及尽可能的营救出里面的幸存者。上面下了死命令，天亮之前任务必须完成，否则为了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他们将在早上7点投放炸弹，彻底摧毁学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上级还安排了一支身经百战的特种小队跟他们一同前往。上校老黑便是小队的队长。由于时间紧迫，一行人只能马上出发。很快他们就到达了学校附近，接下来准备步行深入。没走多久，他们就看到一只丧尸缓缓逼近。士兵们虽然作战经验丰富，但还是第一次遇见丧尸这玩意，一时间不免有些紧张。作为队长的老黑当然不能怂，他二话不说直接掏出手枪，连开2枪将丧尸放倒。可就在他准备补刀时，却被爱丽丝连忙制止。原来男丁要抽取他的血液样本，看看是不是初代病毒。只可惜经过仪器检测，显示是第3代丧尸，没有任何研究价值。不过丧尸那锋利的牙齿却让两人非常在意，这说明他们产生了进化。将丧尸击毙后，一行人继续前进，谁料途中又突然冒出一只丧尸，吓得一名士兵当场瘫软在地。另一名士兵刚想开枪射击，就不慎被丧尸打掉了手中的枪，他只能选择与丧尸展开肉搏战。其他人担心误伤，也不敢贸然开枪，凭借着灵活的身手，士兵徒手放倒了丧尸，但他的手掌也不小心被丧尸的牙齿刮伤。本以为只是小伤，并无大碍，可男丁却瞬间紧张起来，因为他知道即使是小小的擦伤也会被感染。为了防止病毒扩散至全身，老黑听后立刻命令士兵将他控制住，然后掏出长刀当场砍断了对方的手臂。结果还是晚了一步，士兵瞬间发生变异，又一口咬伤了医疗兵。爱丽丝见状只能选择扣动扳机。 No.
还没进入校园，小队就已经损失了2名士兵，而接下来只会更加危险。只见学校大门也是一片狼藉，周围死气沉沉，让人背脊发凉。为了节约宝贵时间，老黑决定兵分2路，巴特带着2名女队员汉生和尼克去宿舍寻找幸存者，其他人则去寻找病毒源头，取回初代病毒样本。巴特3人刚走进宿舍，就在走廊里发现一具尸体。老油条巴特是个财迷，就连死人身上的结婚戒指都不放过。他们继续往楼上探索。楼梯间更是触目惊心，残肢断臂散落一地。新兵尼克根本把持不住，当场就把晚餐吐了出来。与此同时，爱丽丝几人来到图书馆，远远的就看到一名学生，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在认真学习。黑哥以为是幸存者，准备过去一探究竟。小胖提醒他最好小心一点，明显这个人有些不正常，但黑哥却信誓旦旦地说 Done phonics, so give it a rest. 可当他走近时 Come on, kid. 幸好爱丽丝及时赶来，开枪击毙了丧尸。黑哥也愤怒地朝尸体开枪发泄，谁知他一转身，变异的图书馆管理员非常敬业，提醒他们不要打扰学生们看书。爱丽丝只好再次扣动扳机，男丁立刻抽取血液样本进行分析，发现是第2代丧尸。虽然已经非常接近了，但依然没有什么用。众人只能继续深入地下室，可途中殿后的黑哥却听到楼上有动静，他再次断定是名幸存者，于是想上去查看一番。老黑叫他不要理会，继续前进，但黑哥却没有服从命令。此时声音再次传来，当黑哥转身时，其他人已经不见了。不得不说，黑哥真的我哭死，别人都只想拿到病毒样本赶紧跑路，只有他一心只想着营救幸存者。他脱离队伍，顺着声音找了过去，打开一扇门，果然发现一位害羞的女子蹲在角落。结果显而易见，善良的黑哥再次被丧尸套路了。好在黑哥勇猛无比，凭借蛮力摆脱了丧尸的袭击。但就在他准备捡起地上的武器离开时，丧尸再次扑了上来。经过一番抵抗，黑哥好不容易将丧尸关进了房间里。听着对方不断撞门的声音，惊魂未定的他准备立马跑路，不料转头又遇到了惊喜。另一边，宿舍里的3人也听到房间里有动静，可踢开门却发现里面有一只裸体丧尸，床上还有一具残缺的男人尸体。汉生果断将丧尸击毙，巴特却扔给他一个摄像机。这家伙不仅贪财，还是一个老色批，就连美女丧尸也不放过，准备跟他来一张合照。变态的举动再次刷新了2人的3观。见汉生不愿意帮忙，巴特便自己拿着相机开始自拍。而细心的尼克却发现房门是从里面反锁的，女人到底是如何被感染的？就在2人疑惑不解时，一旁的巴特却被蚊子咬了一口，这让2人瞬间明白，女人就是被蚊子感染的。巴特不愿意接受现实，但他的状态明显有些不对劲了，或许是因为蚊子的病毒量不多，这才导致他没有马上变异。汉生决定将巴特留在这里，让他自生自灭，可巴特明显不愿意，贪财又好色的他当然也怕死。双方因此剑拔弩张，眼看形势对自己不利，巴特竟想用100万刀贿赂2人，让他们带自己回去。原来这家伙还悄悄跟一家制药公司搞合作，目的同样是拿到初代病毒样本。制药公司承诺会付给他一笔高额报酬，到时候他们3人可以一起平分，而公司则利用病毒样本研制疫苗，从而申请专利形成垄断，最后再高价上市。条件听起来挺诱惑，尼克当即放下武器。巴特以为自己的计谋得逞，来到汉生面前洋洋得意，殊不知对方只是在演戏。将巴特打晕后，2人把他绑在了暖气管上，还贴心的给了他一把手枪，最起码可以让他选择如何去死。随后2人回到停车的地方，准备向上级报告目前的情况，但让他们没想到，司机也遭到了丧尸的袭击，自己的小命是保住了，但无线电却遭到了破坏，已经无法跟总部联系。司机显然是被吓坏了，就连车厢里有丧尸都忘记提醒。等汉生发现时，已经晚了。不明情况的尼克已经打开了车门。尽管汉生及时解决了丧尸，但还是没能救回尼克。尼克不想变成怪物，请求汉生立刻帮他解脱。此时男丁一行人已经来到地下室，这才发现黑哥没有跟上来，但他们也顾不上那么多，因为地下室的另一边全是丧尸，他们被栅栏围住并上了锁，好像是有人故意而为之。地上躺着2具校园保安的尸体，结果显而易见，是他们貌似把丧尸关在里面的，怪不得他们一路上只看到几只丧尸，原来都被关在了这里。几人的到来让丧尸非常兴奋，担心栅栏支撑不了多久。爱丽丝提议大家赶紧撤离此处，可他们前脚刚走，躺在地上的保安就发生了变异，走在后面的老黑毫无察觉，直接被丧尸扑上来一口咬中了肩膀。混乱中，爱丽丝精准一枪帮助老黑解决了丧尸，只可惜他已经被感染了。老黑连忙表示自己没事，可身体却已经开始不受控制的抽搐，最终在发生变异的前1秒被男丁一枪送走。队长的死亡让小胖当场崩溃，但是此地不宜久留，
丧尸马上冲破栅栏，谁知他们刚准备转身离开，就发现出口也布满了丧尸，显然是被刚刚的枪声引来的。三人果断选择返回，而栅栏里的丧尸也跑了出来，眼下没有退路，只能选择正面迎战。男丁和爱丽丝火力全开，一旁的小胖一枪未开，就不慎被丧尸偷袭，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小胖直接被丧尸当场吃掉。由于丧尸的数量比子弹还多，两人也很快陷入绝境，被尸群前后夹击，围在了一个狭窄的通道里。危急时刻，男丁发现了墙上的电箱，瞬间就想到了应对方法。在尸群逼近之前，两人赶紧爬到头顶的管道上。男丁先是利用打火机成功触发消防喷水，然后又是一枪破坏了电箱，电流瞬间席卷整个通道，将下面的丧尸全部电死。危机解除后，两人总算来到了病毒爆发的源头，也就是教授进行秘密研究的实验室，还在这里遇见了一对幸存下来的小情侣。凭借着从校园保安那里拿到的手枪，他们这才活到现在。从2名学生的口中，他们得知了这里就是病毒的爆发地，以及变态教授利用学生研究复活药剂的事情。原来两人曾是教授的助理，因此知道更多秘密。他们还爆料教授为了自己的研究，甚至从停尸房里偷过尸体。接着小伙带着两人来到了关押第一个实验体的门前，显然里面关着的实验体就是他们苦心寻找的初代丧尸。接下来只要抽取他的血液样本即可。因为当过助手，女学生的指纹可以轻松打开房门。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进房间，在房门关上的那一刻，爱丽丝果断出手，直接一招扫堂腿就成功制服了丧尸。接着男丁赶紧抽取血液样本，经过仪器确认是初代丧尸后，两人正准备离开，意外却发生了。一大群丧尸突然来袭，毫无防备的小情侣被瞬间淹没。更糟糕的是，爱丽丝一时分心没能压制住丧尸，反而被丧尸压在身下。在男丁掏出手枪准备开枪时，爱丽丝已经扣动扳机完成自救。两人出来后，触目惊心的场景映入眼帘，可怜的2个学生正在被丧尸啃食，拼命进食的丧尸没有发现两人，他们就这样悄悄溜了出来。然而来到外面才发现，这里的丧尸更加的多，没办法，他们只能选择强行突围。面对密密麻麻的丧尸，但凡不是主角都坚持不过3秒钟，可两人却凭借主角光环，在丧尸的疯狂袭击下衣角微脏。此时汉生和司机驾驶着车子及时赶来，在他们的帮助下，两人成功杀出一条血路。前面的男丁顺利跳上车，但爱丽丝却被一大群丧尸缠住。虽然在车子启动后成功化险为夷，但身上的病毒样本却弄丢了。一切努力瞬间化为泡影，可爱丽丝却不打算就此放弃，她决定回到实验室再取一份样本。好不容易突出重围，汉生当即表示拒绝，因为他们不仅要面对丧尸，距离军方彻底摧毁这里也只剩下不到半小时。但即便如此，爱丽丝还是坚持返回，要是不拿到样本研制出疫苗，就没办法阻止病毒继续蔓延，到时候只会死更多的人。男丁义无反顾地选择支持爱丽丝，话已至此，汉生也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跟着两人一同前往。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走满是丧尸的前门，而是打算绕过丧尸改走后门。途中虽然也遭遇了变成丧尸的球员，但好在有惊无险，成功穿过球场后，三人顺利来到了体育馆的更衣室。结果没想到这里也有丧尸，面对步步紧逼的尸群，他们只能选择躲进一间屋子。不料刚关上房门，厕所里的一只丧尸就飞扑而来，幸好汉生眼疾手快，抬手就是一枪干掉了丧尸，但他们却被困在了这里。房门坚持不了多久，丧尸很快就会破门而入。这时爱丽丝注意到了厕所的通风管道，只可惜经过男丁的检查，发现他无法从里面打开。爱丽丝决定去对面打开通风管道，但要如何穿过满是丧尸的更衣室呢？爱丽丝灵机一动，顿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她将丧尸血液涂抹到身上，试图以此来掩盖自身的气味。一切准备就绪后，爱丽丝壮着胆子打开了房门。结果跟她猜想的一样，丧尸果然是依靠气味来觅食。爱丽丝成功穿过尸群，丧尸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反应。可当她来到通风管道的另一边，丧尸也即将冲破房门。好在爱丽丝及时打开通风管道，在丧尸破门的最后时刻，两人成功从里面钻了出来。历经千辛万苦，三人总算来到了实验室。这里的丧尸已经消失不见，但被咬的小伙却变成丧尸袭击了汉生。男丁果断开枪击杀了丧尸，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倒霉的汉生没注意身后躺着的尸体，又被突然发生变异的女学生袭击了。这一次汉生就没那么幸运了，大腿上触目惊心的咬痕显然已经无力回天。两人成功从尸体上抽取样本后，汉生便催促他们赶紧离开。尽管心里有万般不舍，但他们知道对方的结局已经注定，别无选择，只能含泪离开。而两人在返回的途中，却再次遭遇了大量丧尸，枪里的子弹已经打光，他们只能选择与丧尸展开肉搏战。即便两人拥有主角光环，也无法抵抗成群的丧尸。很快男丁就被尸群淹没，只有爱丽丝勉强突出重围。同一时间，军方的导弹从天而降，瞬间摧毁了整栋大楼。逃过一劫的爱丽丝准备离开，却在地上看到了司机的尸体。但奇怪的是，他不是被丧尸袭击的，而是被人用枪打死的。
爱丽丝正疑惑怎么回事，巴特就拿着手枪突然出现，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没死，甚至残忍地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战友。原来他为了能逃出升天，竟不惜牺牲了自己的一只手，但他的样子明显就要变异了，已经出现了咬人的迹象。可尽管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巴特依然要威胁爱丽丝交出病毒样本，他要拿去跟制药公司换取报酬。由于对方拿着手枪，手无寸铁的爱丽丝只能选择乖乖照做。然而拿到病毒样本的巴特却没打算放过爱丽丝，就在他抬手的一瞬间，一声枪响突然传来，巴特应声倒地，居然是男丁开枪救下了爱丽丝。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爱丽丝感到不可思议，就连博主也是当场懵逼。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巴特还想拉2个垫背。两人虽然又一次活了下来，但病毒样本却又一次没了。这下整个学校都被炸毁，想要完成任务已经不可能。两人只能遗憾地找到一辆汽车，一脚油门离开学校。而炸毁学校也没能阻止病毒的扩散，整个城市都已经被丧尸攻陷。但转念一想，如果蚊子都能传播病毒，那么疫苗真的有用吗？以上就是《死亡之屋》第2部的全部剧情，整体表现还不错，剧情紧凑，高能不断，要血腥有血腥，要颜色有颜色，关键还出现了一些在其他丧尸片里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蚊子也能感染病毒的设定，丧尸病毒的爆发地在学校等等。唯一的缺点就是主角光环太过逆天，配角死的一个比一个随意，主角开挂怎么都死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粉丝宝宝们的观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